扫拖机器人真的可以做到不卡头发了吗？只要手指点一点 App，AI 就会帮你整个家扫地加拖地，你只要负责躺平就好了。没有错，直到最近呢，我终于发现原来连扫拖机器人都有 AI 了，各位。现在科技进步真的是一个爆炸快耶！身为一个就是很喜欢追求新科技的 AI YouTuber， 怎么能够不试看看呢？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一台石头科技的 G30扫拖机器人。那为什么会选到这一台呢？就是我家其实有养一只猫。然后最近呢，就是在换季，然后大家知道换季其实超级恐怖的，到处都是猫毛。然后加上我个人呢，其实非常的会掉头发，就是大家看我头发非常多，就是每2-3天呢，地上就是会开始集结很多头发。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像一棵树。那清头发其实最麻烦就是像是电视柜啊，然后沙发底下那种很难清的地方，就是要弯下去，然后就非常的狼狈。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期待扫拖机器人变聪明的那一天，就是我真的可以完全无脑的使用，然后不用再去清那个头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台 G30哦，就是因为这次呢，它是主打超薄机身，然后可以自动升降雷射感测器，它甚至可以爬坡避障，还有最大的重点就是它可以防头发缠绕。但是呢，这些到底是噱头，是不是讲好听的？我们今天呢就直接实测给大家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看这台石头科技的 G30扫拖机器人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吧。那首先呢，我们现在讲一下 G30它的外形设计。它的整体体积呢是宽35公分，长35.3公分，厚度的话是只有7.98公分哦。那这个厚度呢，就可以让它轻松穿越像是沙发啊、电视柜底下我们平常非常难扫到的地方。但它的机身最特别的就是它这边有一双可以升降的眼睛。它这个眼睛呢是用来侦测整个房间的环境的，也就是说它在扫拖的时候，它是会维持升起的状态，它可以侦测整个房间。那像是它要进到沙发底下这种非常窄的空间的时候，它这个镜头就非常的聪明，会自动下降。因为呢，它这边其实有一个感测器哦，那它是往上侦测的，所以它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它上面这个镜头就会缩下来。再来呢，来看一下 G30它机身上面的一些功能哦。它的顶部呢有3个按钮，分别是纯拖地跟儿童锁是同一个按键，然后开关机键，再来是清洁跟回冲。再来在侧边的地方呢有障碍感测器，还有一个 LED 补光灯，在很暗的地方呢它就会帮自己开灯。在机身底部的部分呢有4颗悬崖感测器，避免它在清洁的过程当中坠落，例如说你家有楼梯之类的话就不用担心。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功能，女生超级需要的。正如我刚才所说呢，我是一个头发超级多，然后超级会掉头发的人，我就是一天不洗地，地上都是我头发，然后洗头水管会堵住的那种程度。然后以前呢，这种扫拖机器人它最大的痛点就是头发会把它的刷头卡死，就是会真的很惨。你把那个刷头拆下来的时候，你真的会拔头发拔到怀疑人生。就是最后呢，你变成要用剪刀去把那个头发剪开，或者是你要暴力把它扯开。头发很多女生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那这一台呢，它就有针对这个问题特别的去做处理哦。像是它主刷头这边呢，它是这种螺旋 V 型的设计，所以可以避免它头发缠绕。还不止这样子哦，它的旁边还有多一个延伸的边刷，像是墙角这种主刷头比较扫不到的死角呢，就可以用这个边刷把头发扫到中间集成的地方。真的是一个赞。然后这一台的吸力呢，大家也是不用担心的，它的吸力是22000帕，算是非常的够力，所以它整个呢是号称一个零缠绕的清洁系统。那目前实际测下来呢，它真的不会缠绕头发，是真的，就是顶多它会挤成一颗毛球，但是它就是不会缠绕在刷头上面，所以表现呢是真的算是很不错。然后我真心推荐，就是真的要给它一个掌声。那除了扫地之外，它还有拖地功能哦，就是拖地的方式呢，主要是用机身后半段这个半圆形的拖布。那根据地形的状态呢，它会上升跟下降来拖地。那一般拖地的情况呢，它就会直接把这个拖布下降到贴着地板，然后拖过去。但是呢，如果今天遇到比较脏的地方，例如说污垢啊，或是厨房常常会有一些比较黏什么酱油之类的液体干掉的状态，它就会开启高速震动，就还蛮强的。除此之外呢，它的基底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圆形的小拖布，这个呢是用来拖一些像是椅脚或是桌脚这种一般的扫拖机器人可能不太好清到的地方。接下来呢，这台扫拖机器人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点，就是它是可以爬坡的。就像我们一般的房间里面可能就是会有地毯啊或是电线之类的东西，这台 G30的底部呢，它有一个很像越野造型的轮子，然后它就会侦测说前面可能需要爬坡啊，它就会自己把底盘抬高2公分来通过这个高度的障碍物这样。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它的扫拖是真的都还蛮周到的，就是一些比较困难啊，或者是比较死角的地方，它其实都有想到周全。再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它基座的部分。它的基座呢，正面是极简风格的这个玻璃面板，然后长宽含轨道呢是44公分乘41公分，然后呢，它的原本高度是47公分，但是要注意哦，就是它的顶盖掀起来之后，总高度是70公分，所以如果你要放在家里，像是有系统柜之类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高度。
再来看一下这个基座它自己本身的一些功能哦，就是中间这边可以按压的地方主要是集成区，采用一次性的集成袋设计，然后安装跟取出都算是顺畅。旁边呢还有一个清洁液槽，可以加入一些地板清洁液之类搭配使用。在的底部的部分呢，主要就是让这个机器人回家嘛，它主要有清洁集成。那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它有80度的热水可以清洗拖布，而且呢是清洁、紫外线消毒、除臭集成，还有烘干一气呵成。那烘干的部分它是用60度的热风，然后时间上可以设定2到4小时。所以呢，它整个清洁的过程从扫拖到最后烘干什么的，我们完全不用自己动手，它就会自己完成了。唯一我们比较需要更换的，可能就是它的污水槽啦，就是它在基座的顶部是可以掀开的，然后里面分别是干净水跟污水槽。那这个污水槽它里面也内建了除臭的模组哦，所以就算是夏天呢，也比较不怕发臭。再来呢，G30它一个超级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搭配手机 App 来设定更多的功能，像是规划清洁路线或是设定定时清洁等等的。App 的主画面呢，可以看到目前 G30的状态，画面的下方呢也有预设的清洁计划，可以直接无脑选择。再来呢，点选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 G30根据扫描的这个平面图哦，那蓝色呢是清洁的区域，那边缘灰色的线呢代表墙壁或者是障碍物。那我觉得一个很贴心的就是它底下分页可以让你把房间分区，那你就可以直接指定它去清扫哪一个房间，或者是你懒人一点的话，也可以用智慧托管的功能，选定你想要的清洁计划之后，它就会自己安排清洁的顺序还有方式，而且呢，它还有 AI 清洁模式哦，就是让 AI 自己去感测吸力啊、拖地的力度还有路线等等的功能。这个呢，就是你今天很忙，然后很懒、大懒猪的时候，你很懒得进到设定里面一个一个去按的话，你就直接把这个 AI 开来用就对了。那在排程的部分呢，有个功能很重要，就是因为石头科技他们有加入 Matter 协议，所以它的生态系支援超级强大。就是你今天可以直接用 Alexa、Siri 或者是 Google Home 语音命令，或者是你也可以把 App 的小工具加到你手机的桌面啊，或者是穿戴装置，这样就可以直接启动啊，定时排程，或者是检查它目前的状态。例如说呢，你可以固定让它在你上班的时间去打扫，这样子就完全不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回到家里就超级干净。再来呢，介绍一个还蛮特别的功能哦，就是它针对地毯清洁的部分，就是因为大家的家里其实地毯都长得很不一样，你知道吗？因为地毯它有厚有薄，然后有时候长毛、短毛什么的形状都不一样。那这台呢，你在 App 里面就可以直接选择它遇到地毯的时候要怎样应对。例如说，你可以选择让它去拆掉拖布之后再来扫地毯，或者是它可以把自己抬高之后清洁地毯，甚至呢，你可以让它直接忽略这个地毯。那我们刚才说就是透过一些装置来语音控制嘛，但是其实 G30它自己本身也是有语音控制的功能，就是你直接对它说 Hello Rocky 扫地，它就开始扫地，然后它有更多的咒语可以直接念出来，例如说拖地啊、回基座等等的，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可以直接命令它，所以非常方便。那最后一个还蛮贴心的，就是在 App 里面呢，你可以直接看到各种耗材或者是传感器目前的状态，就不用担心你今天忘记换集成袋啊，或是忘记倒污水槽。好，那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到实际体验的部分哦，就是这台 G30到底好不好用呢？首先呢，我想要讲到它针对不同地形的清洁效果，因为像是我们办公室呢，它是大理石的瓷砖，它的清洁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本来就非常的平坦嘛，然后瓷砖的缝隙呢也没有到很深，所以扫拖功能我觉得用起来非常的干净。再来呢，来讲到它智慧升降的功能，就像是路过地毯啊、电线等等的障碍物的时候，效果我觉得都很不错，而且加上它有地毯感测器，它就会自己执行我们设定好它要怎样应对这个地毯。例如说，我们这边设定的是抬高拖布清洁地毯，那它就是会连地毯也一起扫这样子，然后吸完的接口呢，真的就还蛮干净的，表面的灰尘都有被吸干净。那它最高的爬坡呢，就是2公分加2公分的爬坡高度。那在自动清洁拖布的部分呢，它预设只要扫拖15分钟之后，就会回基座进行拖布清洁的动作。那它清洗呢，就是包含前面提过的自动拆拖布、紫外线消毒、补水跟烘干等等的动作。那同时也会进行除臭集成。那拖布清洁完的布面呢，是蛮干净的，闻起来也没有异味。那烘干的部分呢，我们实测烘了4个小时会全干。那大家可能会非常在意噪音的部分哦，这部分我们也有实测了一下，就是清洁过程的噪音，像是集成啊，就很像一般吸尘器启动的那种声音，大概持续隔15秒左右。然后清洗的话呢，就会有那种吸管吸水的声音，应该说有点像是水管在吸水的声音。那如果你今天呢，就是照它预设每15分钟回去基站清洁的话，你1个小时就要停4次，对，4次。所以呢，非常推荐平常白天不在房间或不在家里的时候，再让它出来就是清扫，或者是你可以把基座放在客厅之类的，比较不会打扰到你平常的生活。最后呢，我们来一个成果发表，就是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2个月没有拖地的房间它的脏水哦，各位看看有没有非常的夸张。然后集成的状态是这样。
其实平常看自己的工作室都是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还蛮干净，但是其实扫拖起来也是真的蛮脏的。而且呢，你去看那个污水还有集成袋，其实就是这还蛮有成就感的，就是有种收集那个污垢的那种感觉。那最后呢，来总结一下，我自己最喜欢它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头发不会缠绕，这真的是女生会超爱。因为之前呢，真的是用过很多吸尘器啊、扫拖机器人之类的，然后它这时间一久，你就是要把那个刷头拆下来，然后去拨那个头发。然后就是可能要剪开，就很麻烦啊。但是目前这台呢，用了1个多月，就是真的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顶多集成盒，还有一些头发没有被吸到基座里面。但是那个呢，只要用手拿出来就好了，就是远比那个刷头卡头发还要好太多了。再来呢，它的 App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我都是直接用 AI 规划功能来清扫，目前还没有发现漏扫啊，或者扫过很脏的地方，而且它的障碍物辨识也都还蛮准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无脑使用的话，就真的还蛮推荐直接用 AI 规划的。最后呢，我真的觉得它很适合你家里如果有养毛小孩，或者是你真的很常掉头发的人，因为它这一次的这个零缠绕系统真的对就是头发或者毛发之类的东西清洁起来非常的友善，尤其是头发很多的女生真的会很有感。然后加上它的超薄机身，平常在一些非常窄的空间，像是电视柜下面啊，或者什么柜子、床底下之类的，扫的都非常的干净。而且它的 App 控制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直接按那个 AI 规划，真的省了我很多时间，就可以花更多时间来拍片啊之类的。例如说，我最近就是爱上煮饭，然后大家知道厨房很容易弄脏，那我煮完就是直接让它去清就好了。所以不知道我今天介绍完这台手科技的 G30，大家有什么感想？有没有就是有什么点啊？你觉得有疑问，或者是你最喜欢它哪些地方，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那我自己目前用下来是真心喜欢，头发的部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啦。所以呢，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都欢迎跟我讲。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